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军正高层准备放弃 F-35，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。F-35呢，一直是美国空军新锐主力战机，也是当前正在采购的唯一的一款多用途战斗机。但是4月3号，美国空军负责战斗机项目的迈克尔·施密特中将对国会说，只有大约30%的现役 F-35能够执行所有任务。他在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所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说这是不可接受的。目前美国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大约有540架 F-35在服役，如此算来，只有大约160架具有完全任务的能力。出口的 F-35呢，表现也很差。据说韩国空军的 F-35机队在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之间，共发生了234次缺陷，其中的172次不能飞行，62次不能执行特定的任务。从那以后到2022年中，又发生了117次不能飞行和45次不能执行任务的记录。美国空军的表态让人觉得非常诧异啊！2年前，美国空军对 F-35的评价还相当高，按照当时美军公布的数据 ，F-35的战备率超过70%，是各个型号当中表现最好的。其他很多型号的战备率甚至只有50%。仅仅过了不到2年，为什么对 F-35的评价就一落千丈呢？ F-35的飞行和作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远见系统。就像我们的手机必须装具体的应用程序，才能够完成具体的任务，而这些软件系统并不是一次性交付的，要分阶段提供给美国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。在相应的软件交付之前呢，即使飞机本身的硬件具备某些作战能力，飞行员也使不出来。所以美国军方这一次指责 F-35是因为软件没有充分交付，而不是飞机坏了。如果软件能够完全交付，这些 F-35的战斗力它会大幅度提升的。但是美军高层这一次故意把问题不说清楚，显然是别有用心。F-35的硬件呢，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根据美国军方的规划，第3阶段大规模的改进中， F-35将采用全新的电扫描相控阵雷达AN/APG-81。之所以要采用这种雷达，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隐身和反隐身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。F-35必须具备功力更强大的雷达，才能够对抗歼20。但是这种雷达的耗电量要比老版本的 AN/APG-77高得多。飞机在空中飞行，所有的电力都要靠发动机提供。如果飞机的发动机功率不足，则不能在满足飞行性能的同时，满足雷达和电子系统的用电需求。所以美军呢，希望能够为 F-35更换一种新的功率更大的发动机。这项工作如今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美国的政客们呢，也异口同声地对 F-35口诛笔伐。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说， F-35计划在成本、进度和性能方面既是丑闻也是悲剧，就好像国防部当年是瞒着国会上马 F-35似的。兰德公司这些军事智库呢，也是这个立场。既然 F-35如此不堪，那么要不要追究空军的责任呢？让当年的决策人出来承担法律责任呢？国会就不提这事儿。这种奇怪的局面意味着国会和空军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， F-35的采购量可能要大幅度的砍掉了。其实 F-35并不是很差劲的战斗机凭借着隐身和信息化的优势，它的综合作战效能是超过了所有前代飞机的，超世纪的空战能力更是突出。可惜的是，中国歼20的出现，加上空警500的配合，让 F-35的预想作战方式全都泡了汤。如今，美国空军最重要的型号研发计划是 NGAD， 美国海军呢也提出了自己的5代机计划。新飞机的研发要花大价钱，那么就只能牺牲 F-35这个最大的采购项目了。这样一个表态，同时也说明美国空军5代机的研制可能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，已经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一款性能超过 F-22和 F-35的新型号。而且美国空军非常有信心认为5代机的性能是可以稳压中国歼20一头的。因此，美国空军和国会对 F-35的指责应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中国有必要加快新一代战机的研制步伐，绝不能让美国再度把我们甩开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